各位观众老爷，大家好，我是哨兵词外，欢迎来到词外的游戏体验分享小电台。欢迎来到武林。第5天终于把主线任务干完了，可以开始干基建了。武林地区还是给了我很大惊喜的。什么叫文化输出啊？这就叫文化输出。不过可能还是我游戏玩的少了，观众老爷轻喷。不管是小游戏玩法层面上的蝴蝶宝箱，还是相比于在4号谷地使用爆炸物清除侵蚀和开山裂石，而在水城武林则使用无人机喷水器解谜和清除侵蚀核心，还有新增的观察站的拍照玩法。这2个不同地区的玩法做了些许差异化，不至于让玩家在清理支线通马桶时感到过于枯燥。除此之外，在游戏的景观细节上做了更多的刻画。如果说4号谷地是新手村，一个单纯的开荒基地的话，那么对于武陵城的城市刻画总能让人会心一笑。城外是很有中国武侠元素的清波寨，主角团一路从水泽涧、翠涧荡、迷踪岭走来，途经清波寨的天王坪。你要说这是刻画了一个水泊梁山，我都信，好吧。坐着水道竹筏公交车直达武陵城，城外是重火力炮击的天师庄阵地，可惜中末地暂时没有剧情回放，不然可以回看一下。面对水系史莱姆一样的天使的潮水般的进攻，青绿色的木系龙女出现在天空，挥挥手招来天雷，回眸一笑再遁去。不过剧情上总体来说，我不知道这个词合不合适啊，确实有点尴尬。一边是用黑话应付清波寨大当家小女孩汤汤，真的感觉像是在逗小孩玩；一边是在跟庄天师互动，像是谈恋爱。互动部分感觉是温柔女老板在展示她10年来的建设成果，就很暧昧。也可能是我的问题吧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体验嘛，只要不觉得尴尬，那其实也还能接受。我想这更像是因为刻画人物太少，太过单一，造成体验仍有一些割裂吧。目前中末地也没有剧情回放系统，不知道那些跳过剧情的玩家作何感受。我还是蛮追求全程完美的沉浸式体验的。步入商业街，武陵城的最大特色一是龙，二是竹。什么都给他们扒，你知不道？哎呀，脏兮兮的盯着黑，不要紧了。你可以在城里听到各种方言，城市入口雕像旁是说着上海话的员工，在饭桶商店里和对面的奶茶店售卖着一些特色食品。隔壁是熊猫人大潘的那么大竹脯火锅，隔着门还能听到食客在闲谈帝江号，这天津味儿也太重了。您讲，说这个昨晚上地震呐，给帝江号震窝里来了，有这事儿吗？你干摇新闻军了？置换了啊！这帝江号快赶上武陵城呢，掉锅里，像话吗？对面是青竹糖果店，店员正在用东北话吆喝。口味软糖限时返场，嘎嘎便宜，哎，都来尝口味。妈妈，软糖滋滋的甜。旁边居然还有彩票店。桥上的研究员说的是河南还是陕西话，我不太确定。武陵县上你就会变成安的，转口相留。我就是刚刚曾天水公路上短。再往前，左手边是月岩奶茶店。哎，都两个人嘛，我去城外头批个台子，血战到底。要得要得，好，有2个娃娃，想有点意思。这里的大爷大妈说的四川话，对面是红味面包糕点，这里的2个小哥讲粤语。肯定都係到而家，真再嚟多杯，點解天光水數？唉，唔使咁播嘅，今年唔得咪出年再嚟過咯。不管是在街道上的便民服务中心，还是后面如同公园一般的市民广场，一群人在跳着广场舞。墙上刷着的标语，还有居民区用引体向上杆晾晒被子，都很有生活气息。进入武陵学院，专门给了一个远景大钟的特写。左边是环城赛跑马拉松的志愿者招募，右边是熟悉的考试和入学标语：拼搏100天。跨过大众进入校园，是刻着红色颜料的石头，
有在苦恼爱恋的学生，以及在主线任务路径上专门让你看到的搭配校园广播的环卫洒水车。武林研究院门口的一墙奖章牌匾，还有装天师的大门和全息影像，以及他亲手设计的泡泡龙玩偶，还有椅子背后特写的泡泡龙涂鸦。我记得还有一个泡泡龙商店，在这里可以看到鹰角的野心非常大。武林吉祥物泡泡龙，因为这是一种可以在现实世界作为周边量产的设计。不得不说，我得收回一些之前的评价。基建部分到了武林出现了液体交互之后，复杂度就有点追上戴森球了。当然，距离异星工厂还是有些距离，不过未来可期。天有鸿儒，地生五经。唯一不得不吐槽的还是文案。随手举个例子，在与大潘的对话里，鸡鸭鱼肉好像是一种敏感词，烤乳兽等于烤乳猪，白切鱼等于白切鸡，油焖大鳞可能是油焖大虾，回锅驼肉可能是回锅驴肉。为了世界观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体感上还是有些别扭，有一种四之歌前两组汉化组的风味。武林，无以止戈，安民合众，临水金地，雁南折冲。我是真有点害怕后续文案开始整文言文，这点在庄方仪的活动剧情里也有体现。不过说到武林，最印象深刻的恐怕是全文背诵的《桃花源记》。晋太元中，武林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，望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问今是何事，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。不过文言文如果配音好的话，应该听起来会很舒服。武林的名称再结合主线末尾出现的淡白色花瓣，我猜下一个地图是桃花源。